哦，这是双方同时个边拳，看这个优势很难说。接着打，对，这个时候拼拳，对，这个第二次，这个打得太棒了，这个。中国18岁黄飞鸿横空出世，彪悍的拳法加上闪电般的出拳速度，1秒8拳彻底打愣巴西世界冠军。担任嘉宾的武僧一龙都看呆了。被尊称为中国18岁黄飞鸿的便是来自山东的赵帅。山东自古辈出英雄好汉，放在现如今也不甘示弱。擂台上的山东选手一个一个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面对来滑踢馆的外国冠军，保准打得他们胡乱窜，四处逃命。简单介绍一下来自山东的赵帅，他3岁习武，5岁就看遍了所有武术书籍。经过5年的实战训练，在赵帅10岁那一年，他便开始登上擂台为国争光。他的对手是来自巴西的世界冠军，仇恨魔鬼幽灵的米兰达很厉害，尤其是他那要人命的重拳，摧毁了一位又一位世界冠军。此次来滑踢馆的目的很单纯，就是要打败这个所谓的中国黄飞鸿，试图尝试废了赵帅的武术根基。既然如此，赵帅也没有拒绝的理由，那就打吧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赵帅的精彩表现。16战全胜的米兰达来到中国擂台之后很是狂妄，公然叫嚣中国功夫没有实战的能力，甚至还扬言中国功夫就像是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。他的嚣张，赵帅全部都看在了眼里。赵帅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训练了这么多年的武术，竟然有一天被告知自己苦练的武术是不堪一击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是训练中国武术的人都受不了米兰达的嚣张言语。殊不知，米兰达在今天终于踢到了一个钢板为主，所以在一开场的时候呢，他的低扫很明显的有泰式的风格，已经连续3次打击在了红脚的支撑腿上。对，这是他的可能主要的进攻的这个套路。是，但是赵帅的反击，高边腿没有站稳。赵帅的反击非常棒，刚才有2个前手的刺拳击中了对手，而且后手拳应该也是打到了对方的防守线里边。2位选手虽然看起来很年轻，但是看起来这个基本训练的还是挺好的。24、25岁的年龄正是体能最棒的时候。既有力量也有速度。对，比赛才刚开始1分钟，米兰达就被赵帅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中国小伙子很硬也很有拼劲，面对眼前这个来滑踢馆的巴西世界冠军，赵帅宁愿被当场打晕，也不愿让这家伙在中国擂台耀武扬威。巴西足球很厉害吗？他竟然敢扬言中国的功夫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？难道他们的巴西武术就比中国功夫强很多吗？从他们2位的体型来看呢，他们都属于抗击打能力很强的。刚才的这组混乱的拼拳也能够看得出来，确实2个人打中对方之后都没有什么反应。我觉得米兰达的力量挺足的感觉，因为他身材矮了4个公分之后，他的整个身体维度比对手红脚的要粗一些。对，所以赵帅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可以用个正蹬腿啊，或者侧踹腿啊，控制一下距离，打中远距离更好。其实到目前来看，比赛进行了这是一个泰式的摆分。对，在过去的2分钟里面，赵帅的拳法上并没有吃亏。真以为中国18岁黄飞鸿是给你闹着玩的吗？感受到压力的米兰达有点急躁，果断开始对赵帅发起猛烈进攻。然而赵帅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什么样的阿豹阿狗没见过？像米兰达这样的世界冠军，赵帅1年到头不打废3个5个，恐怕都没办法和家里人交代。如果米兰达识相的话，没有在赵帅完全发怒之前趁早弃赛投降，不然等下真的就晚了。争取打中远距离可能对他更有利一点。即便是哎呦，这是巴西的这种踢法，转身腾空后扫踢。对这个在比赛里面非常少见。对，这个转身后腿，这就是对优秀运动员的体现的素质就体现出来了，就是我吃了亏没关系，我马上还你一个。对，而且一般是用相同的技术来还以颜色。这双方有一个气势的。对，第1回合结束，打得很激烈。哇，这那一脚没有站稳的高扫踢。这个米兰达的这个反击也很快，对，你一个高扫，马上这个迎击拳就过去了。来，好，第2局第2回合开始了。红色短裤是中国18岁黄飞鸿赵帅，黑色短裤是巴西世界冠军米兰达。拳击出身的米兰达对战力对拼很是执着，曾经因为战力打不过对手而转战综合格斗，结果到了综合格斗依然是被打得狼狈不堪。再次转战自由搏击的米兰达貌似找到自信心，16战全胜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。结果到了中国擂台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挑战赵帅。
就算米兰达没有输，那也会被赵帅打掉层皮。速度也很快。他的打拳呢，就是把整个身材全都放出去，对，全都放出去，就是把力量都释放出来。是，而且臂展呢是他不光已经是把肩送出去了，整个躯干都往前倾。对，所以也很有危险。他要弥补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的劣势的话呢，这种打法也可以。做好防守。第二回合开局1分钟，撩拳，对，赵帅算是战术打法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位选手，无论是在中远距离还是在中近距离，都能与米兰达展开一系列精彩对拼。然而米兰达的拳头力度很重，时时刻刻都想把拳头打在赵帅的脑袋上，这个想法绝对是痴心妄想。难道赵帅练习了这么多年的传统武术是白练的吗？就算是顶着米兰达的进攻，也要往死里打。这个距离要打拳了，好，这个拳打得好，对，战术素养特别好，是啊。哦，双方有点斗气啊，都打拳。两个人的拳的密度都很高，频率很快。尽管是训练有素，我们可以看到赵帅的左腿，也就是支撑腿的大腿外侧已经开始红了。对，至少被踢了5、6次了，是，都在同一个部位。是。米兰达的这个真是重，典型的力量型选手，组合拳还有上下线的变动，说明这个拳手到目前长时间的拼拳让米兰达意识到了危险，对拼期间开始有点畏惧赵帅的出拳。米兰达的拳头力度很沉重，但精准度不是很高，尽管很频繁，但没有准头没什么大用处。然而赵帅的拳头力度虽然没有米兰达的大，但赵帅能有快速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，从而达到快速命中米兰达的效果。3岁习武，5岁熟读所有的武术书籍，这个成就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完成的。这转身后蹬非常漂亮，转身后蹬很漂亮。是，哦，这是双方同时个边拳，很戏剧性，对，很戏剧性，像默契一样。好，这个好，连续，对，不要停。堵在绳圈上面的组合拳进攻被化解掉了。刚才打的也挺好。哦，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动作，那个倒地踢。对，这个其实要是扫到的话很有危险，因为它是半个躯干的重量都停在腿上了。好像只有巴西选手用这样的踢法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赵帅算是中国拳坛100年难一遇的武术奇才，对武术不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见解，并且还能快速寻找到对手的弱点。一波接一波的拼拳，终于让米兰达倒下了。肯定突发了，而且他抓紧时间打下一轮，没错，同方非常重要。对，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啊，大家不一定在后面能看到迎击拳，这也是这个搏击的魅力。看选优势很难说，接着打，对，这个时候拼拳，对，这个第二次，这个是 KO 了，太棒了，这个 KO 了，对。从赵帅眼中可以看到，这场比赛的胜利是理所应当，只是把比赛结果拖到了第3回合开始。从一开始，赵帅就有机会将米兰达光速秒杀。碍于这家伙是世界冠军，所以赵帅选择了沉稳。就算米兰达把比赛结果拖到了第3回合，那他依然改变不了他被 KO 的事实。中国18岁黄飞鸿真厉害，打击来滑踢馆的外国冠军还真有一手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赵帅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